你敢信？我一个小小的科员，竟被退休的省组织部长认作干孙子，就连市委书记夫人都准备重金酬谢我，只因我凭借前世记忆救了突发心梗的退休组织部长。小刘，我昨天晚上和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小刘，我爸年纪大了，你就满足他老人家一个愿望吧。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自己和大哥也都明白，只要老爷子开心，做什么都可以。刘正阳犹豫了片刻，然后诚恳地说道：“黄老，您的身份尊贵，我只是一个出身农村的穷小子，您要是真不嫌弃的话，我愿意给您当孙子。”黄建业在听到自己想要的答复以后，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哦，月华，快把你准备的礼物拿出来。听闻此言，黄月华立刻站起身，拿出了一张银行卡。小刘，我也不让你白叫一声林姨，这个卡里面有10万块钱，算是对你昨天打车的补偿。以林安邦的能力，一句话的事情就已经把刘正阳昨天如何送老爷子来医院的过程调查得清清楚楚了。刘正阳听到这一句话，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10万块，这在1996年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自己父母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都储不出1000块的现金。不过，对于市委书记的夫人，或许还真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林姨，这个不太合适，这钱真的太多了。我昨天救黄爷爷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这么多。黄建业听到这一声黄爷爷，脸上笑得更加开心了。正阳，这笔钱你就收下，不仅可以帮衬一下家里，而且还可以给自己配辆车，工作起来也更加方便。刘正阳也清楚，自己如果再拒绝的话，那就是不懂事了。长者赐，不可辞。自己接受这一张银行卡，不仅仅是拿钱这么简单，更是代表着自己认可了他们的心意。刘正阳接过银行卡，非常真诚地说道：“黄爷爷、林姨，谢谢你们。就像黄建业所说的一样，这一笔钱确实可以极大的改善家庭，帮助自己的事业走得更顺利。”小刘，你这孩子不要太拘谨，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他的话音落下以后，还特意的看了一眼黄建业。另一边，吕大勇从医院里面出来以后，就接到了财政局副局长胡斌的电话。胡斌正是胡文静的父亲。吕局长，恭喜你啊！我可是听说了，是你们民政局的一个小同志，昨天顺路救下了黄老。你现在在家吗？咱们当面说吧。如果刚才能够控制一下情绪，自己还能够以局长的身份从这件事情当中获得一些好处，但是都已经在黄月华的面前撕破脸皮了。林安邦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不给自己穿小鞋，那都算是好事了。我现在在家，你过来吧。如果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让吕大勇在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林安邦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搞不好自己这个副局长就能转正了。挂断电话后，吕大勇便准备去找胡斌。爸，我不想和胡文静结婚了。昨天我听说胡文静在大学的时候打过胎，可能没有生育能力了。你和胡文静结婚的事情，我们两方父母都已经同意了，而且还有不少同事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你现在突然反悔，那不是证实了谣言？吕大勇对胡斌那个是相当的了解，如果这婚结不成，那两个人绝对会反目成仇。而且当初还是自己安排没人找胡斌提亲，现在自己又要悔婚，这让市政府部门的其他同志怎么看自己？爸，如果我真的娶了她，传宗接代的问题怎么办？在如今这个重男轻女的年代，传宗接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婚必须结，以后实在过不了，可以想办法离婚。是医院特护病房。小刘，我看你和民政局的局长关系似乎不太好。刘正阳简单的说了一下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这样看来的话，以后你怕是在民政局待不下去了。黄月华虽然没有在体制内工作，但是对于体制内的这些事情却相当清楚。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想要整一个普通的办事员，那绝对是不费吹灰之力。我和吕大勇的儿子吕恒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在学校的时候，我因为刻苦学习，在评优评先等方面压着他一头，惹得他对我有些不满。我都已经习惯了，只不过是比一般的人工作累一点，这对我而言更是一种锻炼。在前世，自己足足在民政局熬了7年的时间，等吕大勇调走以后，这才有所缓解，后续就直接调回了老家县城工作。黄建业看着刘正阳如此风轻云淡的说出这件事，心中可以说是更加的愤怒了。正阳，你放心，以后有爷爷替你撑腰，没人再敢欺负你了。正是这个时候，特护病房的门被打开，林安邦带着省委书记黄振华走了进来。大，您现在感觉怎么样？要不要转到省城医院再检查一遍？振华，你过来干什么？你的肩膀上挑着江南省4000万人民群众，有月华在这里照顾我就够了。大，我要是连自己的小家都照顾不好，又怎么能够肩负起照顾大家的责任？我现在就跟你联系省医院，今天下午转过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检查。我每年都去省医院里面检查，心梗是没有办法被根治的，我活到这个岁数也够了，多活一天是一天。黄振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以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居然都没有办法解决父亲的疾病。大哥，这是小刘，如果昨天不是他及时把老爷子送到医院，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黄书记、林书记，你们好。正阳，这里没有外人，你叫得太生疏了。黄振华和林安邦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一抹疑惑之色，心中好奇父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哥，老爷子已经认了小刘当干孙子。小刘，那我们还真是一家人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这叫我一声黄叔叔。黄叔叔、林叔叔，刘正阳很清楚，对方只不过是为了让老爷子开心，表面上和自己客气而已，但是这样也足够了。自己有信心，也有能力，在以后的时间里面，充分获得他们的认可，将这一份关系真正确定下来。小刘，感谢你昨天救了老爷子，你以后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随时过来找我。不用等以后，现在小刘就遇到了一个麻烦，你们俩赶紧想办法解决。黄振华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满，他没有想到刘正阳的脸皮居然这么厚，居然这么快就想让老爷子帮他办事。大哥，刚才小刘在病房门口遇见了民政局局长。黄月华立刻开口解释道。林安邦在听完解释以后，连忙看向黄建业，爸，这件事好解决，我来到东海市也才1个星期的时间，正好还差个秘书，让小刘跟在我的身边怎么样？与其让刘正阳去其他的单位，倒不如直接留在自己的身边，省得他利用救命恩人的事情招惹事端。你这个主意不错，小刘出身农村，跟在你的身边应该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小刘，你觉得这个安排怎么样？林书记，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愿意跟在您的身边学习。文秘工作，尤其是在写稿子这方面，确实非常考验语言表达能力。那些有着笔杆子支撑的秘书，也更加容易被提拔。但是在20年后，大部分的稿件基本上有了一套完整的模板和专业的词汇，写稿件已经不再是秘书最重要的能力了。好，那你先回去休息吧。周一的时候，我会安排人把你调到市委大院。刘正阳礼貌地和众人告别以后，便立刻离开了病房。这个时候，王雄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仿佛早早的就在这里等他。王队，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刚才经过我们市局领导的讨论，决定对你见义勇为的行为给予5000元的奖励，还有一面锦旗。在他的话音落下以后，便拿出了一个信封。王雄身后跟着的下属也拿出了一面锦旗递过来。刘正阳的心中有些意外，没想到还能有意外之喜。王队，麻烦你了，还亲自给我送过来一趟。举手之劳，还麻烦你配合我们拍张照，等一下我们要送到报社去用。既然刘正阳和这一次抢劫案没有关系，那凭借黄老的救命恩人这个身份，未来绝对是一片光明。很快，刘正阳靠着墙站在中间，手里面拿着锦旗，2个警务人员站在两侧，随行而来的宣传人员则是拍下了照片。王队，拍好了。谢谢你的配合，以后要是有社会上的人找你麻烦，可以随时来找我。王队，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在离开医院以后，跟在王雄身边的年轻警员很疑惑。王队，你为什么对那小子这么客气？你知道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是谁吗？原省纪委副书记林安邦。经过1个多星期的时间，有关林安邦公开的背景信息，基本上都不是什么秘密了。林安邦还有一层身份，那就是黄老的女婿。刘正阳这一次救了黄老，林安邦绝对会开始重用他。林安邦从纪委副书记上面调任市委书记，这其中绝对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这小子还真走运。如果说路上随便找了一个老人，你敢过去帮忙吗？现在像刘正阳这样发扬雷锋精神的青年，简直就是少得可怜。刚才给他拍下照片，也是为了宣传好人好事的行为，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发展，树立良好的道德标杆，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另一边，黄振华和林安邦在确定老爷子的身体没有问题以后，2个人便来到了隔壁的空置病房。安邦，你真想要那个小刘给你当秘书？黄书记，我来到东海市也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了，这里的情况远比我想象中还要复杂。我也调查了一下，刘正阳确实是一个背景干净的人，让他担任我的秘书，总比身边放了一个别人的眼睛靠谱。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一旦发现东海市的局势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千万不要贸然行动，第一时间和省委汇报。前任东海市委书记才做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主动申请调离，这其中的水恐怕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深。我在东海市的住处已经安顿好了，打算让老爷子出院以后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这样也能让人更加放心。另一边，刘正阳从医院离开以后，便立刻来到了银行里面，查看了一下黄月华给自己的那一张银行卡，密码是123456。虽然明知道这张银行卡里面有10万块，但是亲眼见到了以后，整个人的心情还是忍不住激动了起来。这才只是一个开始，以后自己不仅能搞更多的钱，还能握住更多的权。